你以为川普对日本和欧洲大幅调降关税，是这个世界突然迎来了和平的好消息？别傻了，那不过是强盗在抢劫之前，先给你发了一张9折的折价券。回顾去年，也就是2025年7月下旬，这波全世界的财经媒体都在狂欢，说什么贸易战的警报解除了，欧洲关税从30%一口气降到了15%。但他们绝对不会在头条告诉你的是，为了解除这个警报，欧盟刚刚被迫签下了一张高达1.35兆美元的买入前账单。而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场收割全球的血腥大戏已经演到了最高潮。我们台湾为了换取15%的关税，在今年也签下了惊人的天价合约。大家好，我是麦门，一个在市场里被摩擦了4-5年，终于学会跟市场低头的投资人。各位啊，你可以不知道什么叫做有效税率，也可以不在乎那些学术报告里的进出口贸易额到底是多少，因为那顶多就是你在网络上买海外网购时多付几百块运费的事。但今天这个日子，这场关税大戏，你若是没看懂，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你买的那些台股指数股票型基金，可能不知不觉就帮某个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男人去买单了。为什么？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贸易协定，这是一场把全世界当成提款机的完美勒索，从地狱到天堂的数字幻觉。咱们先来还原一下2025年7月下旬，全球资金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分裂？把时间往回推一点，在2025年7月中旬的时候，整个市场的气氛简直就像是送葬的队伍。全市场的分析师投行，还有那些在电视上口沫横飞的专家，几乎铁口直断地告诉你一个结论：川普这次再上来，关税绝对只会加，不会减。大家准备好迎接全面30%甚至40%的关税黑暗时代吧！散户们一听，当场吓出一身冷汗。大家心想，这要是真的刻下去，通膨还不直接喷到天花板，企业的利润还不直接腰斩。于是市场资金开始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每个人都在等着那把名为关税的铡刀落下来。结果呢，不出意外的，还是发生了意外。2025年7月23号，剧本突然来了一个超级大翻转。川普大笔一挥，一口气宣布对印尼的关税从32%狂降到19%，对日本的关税从25%直接砍到了15%。这还不算奇葩，你以为这就完了？到了2025年7月27号，连一向跟美国最不对盘、整天吵架的欧洲关税，也从原本预期的30%一口气对半砍，直接降到了15%。这个消息一出来，华尔街简直是集体高潮了。那些前几天还在喊着世界末日的媒体，瞬间变脸，标题全改成了贸易战大转弯，关税利空出尽。大盘指数直接吃了一根定海神针，一路狂飙，标普500甚至一头扎进了6000点的历史新高。那些原本被吓得空手道大师的散户们，看着满荧幕的红字，一拍脑袋，觉得自己错过了1个亿，赶紧拼了命的往回撤，集体杀红了眼，把资金疯狂的砸进股市里。他们觉得警报解除了，这波绝对是送分题。但问题来了，这世界上真的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是因为你还没看到那张藏在馅饼底下的天价账单。黑帮老大的高丽菜合约。要搞懂这场降税大戏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我们不要看那些复杂的总经数据，咱们来聊一个最接地气的街头故事。想象一下，你是一条美食街上生意最火爆的面店老板，这条街本来大家都安安分分的做生意，突然有一天街上换了一个新来的黑帮老大。这个老大一上任，立刻带着一群小弟，拿着大声公在街上广播，从明天开始，整条街的清洁费从每个月1万块，直接涨到每个月3万块。不交的，明天就别想开店。你一听，这还得了？一个月3万，利润全被吃光了，这面店还怎么开得下去？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把店面顶让出去。就在你万念俱灰的时候，黑帮老大突然亲自登门拜访，他叼着雪茄，拍拍你的肩膀，露出一个极度慈祥的笑容，说：“老弟啊，我看你做生意也不容易，这样吧，我给你个特权，你的清洁费不收3万了，我给你打个对折，每个月只收你1万5，怎么样？”
够意思吧？你一听，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从3万降到1.5万，你瞬间觉得这个老大简直是菩萨转世，你连忙握着他的手，感激涕零地说：“谢谢老大。”老大笑了笑，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到你面前。既然咱们是兄弟了，那兄弟的生意你是不是也得照顾一下？这是我堂弟开的农场，以后你这间面店未来20年的高丽菜、猪肉、面粉，全部只能从他那边进货。价格嘛，稍微比市价贵一点点，总共算你1350万就好。来，把这份进货合约签了吧。你愣住了，你这才发现，那每个月少收的1.5万清洁费根本不是什么善意，而是为了逼你签下这张价值1350万的吸血合约。你不签可以啊，明天清洁费立刻恢复成3万，顺便再找几个小弟天天来你店门口站岗。你说你签还是不签？好了，故事讲完了，大家猜猜最后怎么样？咱们回到现实。我常说，知识是唯一能随身携带的财富。如果你看不懂这些数字背后的猫腻，你连自己是怎么被卖掉的都不知道。还记得故事里那个被逼着签下天价高丽菜合约的面店老板吗？现实的版本叫做欧盟。1.35兆美元的真实密码。新闻上铺天盖地都在报道，欧洲的关税从30%降到了15%，这听起来挺有诚意的，对吧？可新闻没有告诉你的是，欧盟为了换取这15%的折价，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欧盟在谈判桌上被迫答应了2件事，先是承诺向美国采购高达7500亿美元的能源，其次还要对美国的基础建设与特定产业追加高达6000亿美元的投资。各位，把你的计算机拿出来敲一下，7500亿加上6000亿，这是一个高达1.35兆美元的天文数字，什么概念啊？这就好比美国政府直接拿着枪抵在欧洲的脑门上，说你每年的出口利润我要直接抽走1大半，这笔钱你要用来买我的天然气，用来帮我盖工厂。如果你不给，我就用30%的关税把你的出口产业直接捏死。这哪里是什么贸易协定？这根本就是换了个包装的国家级保护费，你说多有意思？散户们看着15%的关税数字，以为川普是在让步，以为贸易战的利空已经出尽了。但在那些真正看懂底层逻辑的外资眼里，他们看到的是1.35兆美元的真金白银，正准备从欧洲的口袋里抽干，疯狂地灌进美国的能源和基础建设板块里。更扎心的是什么？根据经济学家的估算，就算表面上的名目关税降到了15%，但如果你把这1.35兆美元的隐形成本加进去，欧盟整体面对美国的有效税率，实际上比过去还要高出15%到20%。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原本刀子是直接架在你的脖子上，现在刀子拿开了，但直接插进了你的钱包里，而且把你整个钱包都给捅穿了。所以那些跟着新闻标题狂欢，以为企业利润会因为减税而大爆发的散户们，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到底在买什么吗？你们买的不是利空出尽的希望，你们买的是别人已经写好的死亡剧本。认知升级的生存游戏。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个高丽菜合约的比喻有点意思，让你意识到原来那些看起来一片大好的财经新闻背后，竟然藏了这么深的心机，那说明你的认知已经开始领先大多数在市场里凭直觉瞎猜的散户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有意思，觉得我后续的分析可能对你的钱包有用，先订阅一下频道，顺手点个赞，这样下次我更新这些荒谬真相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好，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段才是真正会让你睡不着觉的关键。台湾的2500亿天价账单。刚才我们讲了日本跟欧洲嘛，他们虽然被狠狠的宰了一刀，但至少已经知道自己要付多少保护费了。那这样1.35兆的账单虽然痛，但也痛得明明白白啊。但各位啊，我们把时间线拉回来看，去年也就是2025年8月1号，那波震撼全球的关税大戏正式生效的时候，关于台湾的税率，美国官方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在去年下半年，整个台湾的出口产业，从晶圆代工到电子零组件，全部被挂在了一个巨大的悬念里啦。
这就好比你跟你的一群同学犯了错，被叫到校长室门口罚站，你听着里面的同学一个一个被叫进去，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被逼着切了卖身契。现在所有人都处理完了，只剩下你一个人站在门外，校长不叫你进去，也不告诉你要怎么处罚你，就让你在那里干等。为什么当时美国迟迟不公布台湾的税率？这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啊，因为谈判桌上的筹码还没瞧拢嘛。你想想，连欧洲这种庞然大物都要吐出1.35兆美元的血，才能换来一个表面上好看的15%税率。那台湾呢？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么大，我们手里握着全球最关键的半导体供应链，你觉得那个精明到骨子里的商人总统会轻易放过这块肥肉吗？结果到了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2月，谜底终于揭晓了。台湾与美国正式签署了台美对等贸易协定，行政院也大张旗鼓地宣布，我们争取到了15%的对等关税，而且不叠加原税率。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别高兴得太早。如果连日本和欧洲都被扒了一层皮，台湾想要拿到那个15%的折价券，我们到底签下了什么样的高丽菜合约？根据官方资料，我们在 MOU 里承诺了台湾科技业高达2500亿美元的赴美设厂投资，政府还额外提供了250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协助企业取得银行融资去盖工厂。你想想，这可是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超级大合约啊！这就是我们换取关税优惠的真实代价，这才是血淋淋的现实。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落下来了，但它不是轻轻放下，它是直接切走了我们庞大的投资动能。那些看着台股指数创新高就傻傻跟着无脑追高的大妈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着的是建构在天价保护费之上的脆弱繁荣。当逻辑遇到工具的威力。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了，不管是欧洲那张1.35兆美元的天价账单，还是台湾这几千亿美元的投资与信用担保承诺，这些宏观的地缘政治博弈，最终都会化为盘面上极度剧烈的资金流向。很多人常常问我，卖门关税底牌已经先开了，那我现在手里的股票到底是该卖还是该留？这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大挪移，到底会怎么冲击我的账户？这就是为什么我研发了一套专属的看盘软体系统。没错，我要打个广告了，但你都看到这里了，给我30秒，了解这个保命的工具不过分吧？很多人看盘最大的痛点就是没有系统。你开了10个视窗，最后脑袋糊成一团，一拍脑袋，凭直觉进场，刚好接到外资高歌离席时倒出来的货。我的这套软体核心逻辑非常暴力，直接把主力筹码的真实变化标示在你的 K 线图上，一眼看穿大资金往哪跑。看盘要先确定趋势的方向，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如果你连现在风往哪吹都不知道，进场也是被按在地上摩擦。更重要的是，当主力偷偷释放危险讯号，或者在低档偷偷卡位的机会讯号出现时，别的散户还在论坛上发文问怎么办，你的手机就已经收到通知了，你一眼就能读懂现在的局势，决定该等待还是该勇敢。好，广告结束，我们回来继续讲，这动辄上兆美元的保护费到底会怎么榨干全球的流动性？吸血机器的启动，钱包保卫战。咱们把视野从台湾拉回到全球，欧洲呢1.35兆美元的账单，加上台湾这几千亿美元的投资与担保承诺，可不是写在纸上好看的数字，这是要在未来几年内实打实从各国的金融体系里抽出来汇到美国去的真金白银。这会引发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大家想想看，欧盟要拿什么去买美国的天然气？台湾厂商要拿什么去美国盖工厂？当然是美元。这意味着欧洲和台湾的企业与政府必须大量的抛售本地货币去换取美元，才能支付这些天文数字的能源账单和投资额。这简直是一台超级吸血机器，正在疯狂抽干全球。这个逻辑一旦启动，几个非常致命的连锁反应就会跟着来。首先，美元指数会被这股庞大的刚性需求硬生生的撑在高位。美元一走强，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压力就来了。那些新兴市场的货币首当其冲面临贬值压力。外资一看，美国那边有高利息，又有源源不绝的全球投资资金被迫涌入，
他们还会把钱留在亚洲的新兴市场慢慢耗吗？当然是溜了，打包回美国本土去吃香喝辣啊！对于我们新兴市场而言，资金撤出会直接压缩股市的估值空间。你手里的科技股，就算财报再怎么漂亮，一旦外资资金枯竭，股价就很难喷出像样行情。这就是资金面的地心引力。所以你看懂了吗？川普表面上看是放了世界一马，实际上是透过上兆美元的强制交易，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他拉动了基础建设的资金，还顺手把全球的美元流动性牢牢地吸在了自己身边。这简直是把资本主义玩到了极致的超级精算师。拒绝当最后一个买单的韭菜。面对这种动辄上兆美元的宏观收割局，身为一个普通散户的你该怎么办？很多人一听完第一反应就是太可怕了，那我赶紧把股票全清空，把钱存进银行算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我常说，不用追着钱跑，你本身就是钱。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你能赚多少钱。如果你永远都是被新闻标题牵着鼻子走，看到减税就无脑冲进去，听到收割就吓得清仓躺平，那你不管在这个市场里混多少年，永远都是被两面打耳光的韭菜。真正的投资人不会被这些宏大的叙事吓到，他们会去观察这几兆美元的资金具体会流向美国的哪些板块，是传统能源，是电网基建，还是那些被指定投资的特定产业。当全球的规则被强权强行改写的时候，与其在那里抱怨不公平，不如看懂资金的流向，顺着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避风港。留言引导于你的选择。好了，聊了这么多，我想把问题丢回给各位。面对台湾签下的这张几千亿美元的投资与信用担保合约，你觉得我们是破财消灾，买到了一个长期的保护伞，还是这只是第一刀，未来还会被无休止的勒索下去？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我很想知道大家对于这把已经砍下来的铡刀到底有多大的心理准备。别当最后一个知道的人。今天这个关税大转弯与 1.35 兆美元保护费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种扒开新闻表皮、直击底层逻辑的方式对你有帮助，我强烈建议你把我前面几期的影片也拿出来看一下，因为我的总经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我希望你们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一个对新闻事件的短暂愤怒，而是一套看透市场荒谬的逻辑框架。当你学会拨开降税利多的皮，去直视底下那上兆真金白银的勒索流动，你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在这个残酷市场里活下去的本钱。这套本领别人偷不走，也能让你在下一次主力变脸时，不再是那个被收割的阿明。政治面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更会让这一切增添无数的变数。如果未来政策落地不如预期，今天讲的这套资金逃亡逻辑，可能瞬间就会在台股掀起一场超级风暴。如果你不想在这个资讯爆炸、外资整天变脸的市场里，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真相、最后一个跑的韭菜，如果你不想错过接下来更深度的局势分析，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战场，只为波段大行情而出手，不为蝇头小利而忙活，保护好你的血条。我们下周见。